射雕英雄传还有翻拍的必要吗？把这个问题抛给小生，答案就只有一个字：拍，必须拍，加大力度拍。提个冷知识，中国武侠文学起源于何处？答案可能让人有些反直觉，是司马迁的《史记》。自《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问世，才让侠的概念登堂入室，也为千百年后兴起的武侠文学留下了最深刻的民族烙印。江湖行事，义字当先，这是中国人最朴素的道德评判标准之一，也是武侠文化的灵魂。不过当下时代这一缕残魂越来越淡了，所以很多人才会感到这是一个混蛋的时代。要说没必要再翻拍射雕，理由也多了去了，包括但不限于观众审美疲劳、观影习惯改变，以及最决定性的年轻受众占比下降。人人都说金庸武侠已经过时，新作面世收益未必达到预期，还可能因众口难调引来各方吐槽非议。谁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这就得从头唠起了。射雕英雄传可能是金庸15部武侠小说中最适合影视化改编的作品，底蕴深厚，叙事宏大，剧情王道，角色生动，武学和江湖的设定有趣，改编难度也不高，可以说集齐了优质影视蓝本的全部要素。正因如此，它也是影视化改编历史最长的一部，长到什么程度？60多年。1958年，峨眉影片公司就拍了同名电影，那时候小说还没连载完呢。但有件事令小生意难平，那便是迄今为止的每一部射雕剧都没能让小生真正的心服口服，尽管他们从不缺少亮点。首次完整改编原作的电视剧是香港嘉视的76版射雕英雄传，白彪担纲郭靖一角。此后几年间，邵氏出品了电影版射雕3部曲，受制于技术和表演形式，现在早已无人问津。83年，香港无线以当时最高规格拍摄的射雕问世，也就是脍炙人口的黄日华版射雕，堪称无数人的童年回忆。然而它的前半部与原作小说契合度并不高，在书迷和影迷眼中反差很大，尤其是翁美玲饰演的黄蓉，她的生前身后都引发了无数争论。94朱茵版的黄蓉观众接受度倒是不错，可惜剧集本身没有摆脱 TVB 模板化的桎梏，差点意思。03央视版射雕哪里都好，就是部分选角和配音问题令其饱受诟病，被人笑话到现在。蓉儿，我武功是差，可是我也没觉得闷呐。靖哥哥，除了这些，还有拍成了琼瑶剧的88中式版射雕，走古偶路线的08唐人版射雕和2017新版射雕，要么被当成充数的，要么因为剧情调整、角色塑造和演出风格问题质疑声不断。拍出 TVB 九阴真经和异母同胞的东邪西毒与东成西就等同人衍生作，正传性质的射雕影视改编作品已经2只手数不过来了。这当中总有一部会成为某个观众的心头号，但对于看3连版小说启蒙的小生来说，几乎每部射雕影视剧都缺了一点什么，难以尽兴。至于缺的是什么，总结来看，是近乎无暇叹为观止的巅峰体验。小生不否认，对10多部改编作品都无法满足的自己，的确要求太高了。可思来想去，《射雕英雄传》也真的需要一部臻于完美的改编作品。今时今日，金庸武侠正和武侠文学一道面临退潮。虽然影视、游戏、动漫等 IP 扩展能帮它维持生命力，但其主要受众已不可避免地朝中年群体偏移，年轻观众与读者越来越少， IP 终将难以为继。真等到金庸武侠成为时代的眼泪，完美射雕的期望就更遥不可及了。那么问题来了，小生为何如此执着于射雕，而不是金庸的其他作品呢？原因不复杂，其一是金庸其他小说不乏完成度极高的改编版本，其二是《射雕英雄传》实际的价值不该仅限于娱乐为先的文化消费品。射雕能流行数十年，最直接的原因是内容多元，引人入胜。你想看武林绝学，有九阴真经、打狗棍法、蛤蟆功、一阳指，还有连小孩打闹都会喊几声的降龙18掌，各种神功奇术满足你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想象。你想看万丈豪情，有千里草原弯弓如月、蒙古西征气吞孤城、五绝巨手华山论剑，总有一段情节点燃你内心的躁动。你想看儿女情长，有郭靖黄蓉羡煞世人，杨康穆念慈抱憾为忠，杨铁心包惜弱完颜洪烈纠葛难平，不一而足。无论怎样的读者或观众都能在这个宏大的故事中找到吸引他的元素，逐渐沉浸其中，但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被引向整部作品的终极关键词——侠义，这才是射雕的精髓所在。
何为侠义？以小生理解，它是植根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行为纲领，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它是至强扶弱，一诺千金，也是舍生取义，恩怨分明。当然，每个人对侠义的理解都有着细微的差别，金庸也不例外。且他凭个人多年见闻与思考，对侠义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就像用数十年光阴生出了10多双眼睛，各自望向他所建立的武侠宇宙之一隅。小生觉得，其中注视《射雕英雄传》的那双眼睛，应该是最纯粹、最清澈的。恰如书中郭靖与黄蓉这对侠侣，让一个从未接触过金庸武侠的人去读《射雕》的简述，多半会觉得郭靖有些无聊。倒不是角色形象不够丰满立体，而是对他的描述都太正了。身高膀阔，浓眉大眼，生性单纯，刚直不阿，重孝重情，勤奋爱国。纵使放眼整个通俗文学界，也不太容易找到郭靖这般模范的好青年。天资笨拙这点严格来说算不得缺陷，毕竟愚钝不等于傻。黄蓉的人设也不妨多让，古灵精怪，博学多才，武艺不凡。小心思虽多，但对靖哥哥一心一意极为袒护。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将主角塑造的过于理想化，通常会摧毁代入感。而在射雕的世界中，也只有近乎完美的郭靖与黄蓉才担得起主角之位。毕竟《射雕英雄传》本就是极具民族理想主义精神的小说，它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金庸早年创作过程中对侠义精神积极正面的理解，江湖中人和家国民族汇于一处，共同诠释了金庸先生眼中的侠义，那便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历代射雕中，小生最欣赏03央视版的主题曲，一马奔腾，射雕引弓，天地都在我心中，真情谁与共，生死可相从，大势临头向前冲。这是射雕侠义精神的集中写照。郭靖的成长，武艺精进只是浮浅明线，精神格局不断提升的暗线才是作品核心。儿时为报杀父之仇，他败于江南七怪门下；桃花岛巨变后，为报恩师之仇，他与黄蓉决裂，孤身回中原。随蒙军西征花剌子模，他舍弃与华筝解除婚约的机会，为城中百姓求情。母亲已死正道，从没忘记宋人身份的他，毅然抛下在漠北的一切，拒不背叛民族。与此同时，陪在他身边的黄蓉又给予他充分的理解、包容与扶持，二人同进退，共成长，相守如一。郭靖、黄蓉持守侠义，遍览江湖百态，胸襟不断拓展，装得下亲族、师友、江湖过客、城中妇孺，乃至天下黎民苍生。这才有了此后力守襄阳30年，留下倚天屠龙的火种，殉国成仁的千古美谈。而除了他俩，郭啸天、杨铁心、洪七公诸多配角秉持侠心，为家国大义尽己所能。反观与郭靖相对的杨康，为谋私利，认贼作父，身败名裂，实不荒唐。侠之大者的真谛就藏在这些人物各不相同的人生轨迹中。1924年出生的金庸，经历过中华民族最动荡的时代，自然深知在国破家亡之际，为民族挺身而出的英雄们有多可敬。郭靖这个大侠是否有些完美到不真实？也许是吧，但中国历史中从不缺少像他这样令人敬仰的侠义之士，故而《射雕英雄传》的所有要素，武功、江湖、爱情，都离不开侠义的理想主义本色。许多人以为所谓侠之大者，其实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显然错漏了武侠的本意。若没有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即使无敌的高手，也不过一介武夫。而秉持侠胆仁心，纵然是你我凡人，也可践行自己的侠义。所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本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跨越千古，延续至今，不曾断绝。且这是发源于中国的声音，是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文化结晶，帮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而以之为内核的《射雕英雄传》以及武侠文化，又怎么可能过时呢？侠客们隐迹江湖了，但江湖永远都在。大侠走了，但信他的人都可以成为大侠。回到最初的问题，《射雕英雄传》还有翻拍的必要吗？当然有。哪怕是在看书全靠有声读物，刷剧默认2倍速的时代，哪怕武侠文学已在玄幻仙侠网文的挤压下步履维艰，我们也总需要一种方式来传承这不朽的精神，令其与奔腾的时代一同前进，历久弥新。也正因此，小生才会期待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一部充分体现原作精髓，足以令
小生感叹就是他了的新射雕。得知徐克导演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暂定春节档，小生颇有些在意。通常电影受制于时长，不算非常合适的长篇武侠载体，但这次剧本改编重心放在小说第34回桃花岛巨变后，可谓直入主题。加之徐克是活着的，还能代表香港武侠电影人的中坚力量之一，说不定真的有戏。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徐老怪啊，徐老怪，您老人家能否成为帮晚辈白小生圆梦的那个人呢？